在上一集中，我们一同走进了古罗马的街头巷尾，看见了哲学家们在浴场、市场、元老院之间穿梭辩论的身影。他们不只关心国家命运和政治事务，更深入思索人的情绪、欲望、选择与幸福。他们提出的许多观念，比如斯多葛学派对理性的推崇，伊壁鸠鲁学派对快乐的重视，至今仍在心理学的语境中回响。但时间的车轮并未停下脚步，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欧洲的思想世界也缓缓转入了一个与以往大不相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神不再只是神话中的角色，而成为了知识的源头。心灵也不再是哲学家审视的对象，而逐渐成为了宗教信仰的寄托。欢迎来到心流史话。这一集我们将继续沿着历史的脉络，走过漫长的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将时间快进1000年。在修道院的寂静长廊与神学家的沉思书房之间，去追寻心理学是如何在宗教与理性之间继续发展与挣扎的脚步。在经历了1000多年的沉寂之后，关于人类心智的探索终于在17世纪重新苏醒。这是一个动荡又充满可能的时代。印刷术让知识流通不再只是贵族与教会的特权。远洋航行打破了地理的边界，也拓展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商业、军队、税务系统纷纷催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需求。人类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去理解世界、组织世界、预测世界。科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并迅速成长。从伽利略的望远镜到牛顿的运动定律，从显微镜下的细胞到对大脑的最初解剖，科学家们开始不再满足于从经典中找答案，而是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提出新的问题，探索新的领域。而在这股思维革命的浪潮中，人的心灵与意识也终于重新成为被认真对待的研究对象。心理学的故事在这个时刻悄然翻开了新的一章。古罗马帝国的衰落带来了一个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在这个时期，欧洲社会的文化与学术活动几乎陷入停滞。哲学不再是探索人类心灵的灯塔，而成了宗教神学的侍从。千年之中，人类对自我、对世界的认知被深深地埋入了教义与权威的智库中。然而，就在这一片沉寂之中，慢慢孕育着一种新的觉醒。文艺复兴像一道晨光一样，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思想重新唤醒。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人的经验、感觉与理性，艺术与科学交织并行，一种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发现正在发生。在这股思潮中，一个关键的时代悄然展开，近代科学革命即将到来。而在这场革命的前夜，有一个人以冷峻的理性和尖锐的怀疑站上了思想的前线，他的名字是笛卡尔。
笛卡尔是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如果你是一个理工科的学生，我想你一定非常熟悉笛卡尔基这个概念。而如果你对文学和哲学也很有兴趣，那你也一定听说过"我思故我在"这句话。是的，这也是笛卡尔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笛卡尔的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把他送去耶稣会学校学习哲学。后来他深入思考许多哲学问题，但是始终得不到答案，于是决定从现实世界寻找答案，所以他就跑去参军。退伍之后，他游历欧洲，最后决定定居在荷兰，那里方便他安静的思考。在荷兰的这段时间里，他写出了著名的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沉思，而他有关心理学方面的思考也可以在这两本著作中找到痕迹。通过对动物的解剖，笛卡尔看到了生物神经和肌肉运动的一些关系，于是他就认为人的行为和动作就像是皇家花园里的雕塑一样，那些雕像通过埋藏在地下的管道连接到机关上，利用水的力量使雕像动起来。于是笛卡尔把灌注到大脑中的液体称为活力。他认为活力是蕴含在血液中的纯度极高的一种元素。通过解剖观察，他看到神经系统是由大脑伸展到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所以他认为活力也一定是从大脑输送到身体各处的。现代心理学以及相关的脑神经科学、解剖学等都已经证实，人体的神经系统的确是从脑部开始连接全身的，而神经信号的传递，除了从脑部发送到身体各部位之外，也有从身体各部位向大脑进行传递的。虽然说笛卡尔的理论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显得有些不那么正确，但是在那个时代，笛卡尔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动力让活力这一元素从大脑流向身体各个部位的呢？他认为是感觉刺激。他说，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感觉刺激会给感觉器官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会传递到大脑，从而打开某种类似阀门一样的东西，于是就会引起肌肉的各种动作。很显然，笛卡尔的这种想法仍然是来自于皇家花园里的水力驱动雕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理论已经相当接近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神经反射原理了。除此以外，通过解剖，笛卡尔还认识到人的大脑是由两个半球组成的，并且隐藏在这两个半球下面还有一个独立的更小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松果体。只是在那个时代，笛卡尔认为这个松果体是灵魂与肉体的连接器官，只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灵魂到底是怎么通过松果体来与肉体产生连接的。与笛卡尔处在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位哲学家斯宾诺莎就提出了一系列与笛卡尔完全不同的看法。斯宾诺莎是一位生活在荷兰的犹太人，他深受笛卡尔的影响，并且像笛卡尔一样用纯粹的推理来解释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并试图发现上帝和思维之间的联系。但是斯宾诺莎不认同笛卡尔有关松果体的发现。笛卡尔没有能够解释灵魂到底是怎么通过松果体来控制肉体的。他认为包括人类的精神活动在内，全世界都是从属于自然法则的。
人类的精神活动从属于自然规律，这一想法就足以为现代心理学奠定基础了。除此以外，他还在笛卡尔有关情绪的分类基础之上，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情绪。他把人类的情绪首先划分为3种最基本的情绪：喜悦、悲伤和欲望。在这3种基本情绪的基础之上，他又罗列了48种更为复杂的情绪。无论如何，在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年代，人们对于人类思维的研究虽然已经能够基于一些生物学和医学知识，但是仍然没有能够跳脱出上帝的影响。这也是因为宗教的约束。这些哲学家们对于人类精神活动的解释仍然会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之处。让我们离开欧洲大陆，越过英吉利海峡到英伦群岛再去看一看。从罗马时代开始，英国一直就是帝国最边远的地区，是文明从未涉足过的地方。达尔文向人们揭示了，在那些远离大陆的小岛上，生物在外形上的进化会明显的不同于大陆。有趣的是，我们会发现，不仅是生物外形上的进化，似乎在与大陆隔绝的岛屿上，人们的思想也会和大陆有很大的差异。从17世纪早期开始，英国的哲学家们更加倾向于用现实主义和讲求实际。他们会依靠实验来得出结论，而遇到没有办法通过实验来进行求证的情况，他们则会倾向于依靠日常经验来进行判断。霍布斯就是这样的哲学家。或许他可能是英国本土的第一位经验主义哲学家。霍布斯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保皇党派人士。他曾说，所有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其他人的敌人，只有放弃自我决定的权利，交给一个独裁政府，最好是君主制，他们才能彼此相安无事，繁荣发达。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有些与众不同的保皇思想，让他能够受到国王的保护，使他免于教会的指责，让他能够安静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霍布斯曾经造访过伽利略，他深受物理学的触动，认为所有的现象都是物质运动的结果。然后他把这一理论用在了心理学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认为人类的精神活动全部都来自于大脑当中神经系统里的原子的运动，并且大脑也会对外部世界当中原子的运动做出反应。虽然在当时霍布斯没有能够更进一步的解释这些运动是怎么形成我们的思维的，但不得不说，许多年之后，我们才通过现代科学研究证实了霍布斯的这一想法是正确的。更令人惊奇的是，霍布斯甚至还用物理知识来解释我们是怎样把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变成我们大脑中的记忆和知识的。他说，一个物体一旦进入运动，那它就会永恒地动起来，除非别的某种东西阻碍它，而阻挡它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无法在一刹那之间就完全停止它，只能分次分等级，最终完全消灭它。听到这儿，你有没有觉得他的这个理论听上去非常的耳熟？没错，正是这个相同的理论，后来由牛顿向世人诉说出来，被我们称为牛顿第一定律。霍布斯说，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我们的大脑中。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我们的眼睛看到了某个物体，在这之后，如果我们拿走这个物体，或者是闭上眼睛，但是我们的大脑当中仍然能够留有这个物体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大脑中的这种对物体的印象会慢慢变得越来越模糊，而这就是我们的记忆。另外，霍布斯还提出，许许多多的记忆集中在一起，就形成了经验。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霍布斯可能是英伦群岛上的第一位经验主义心理学家。如果说霍布斯是英国第一位经验主义心理学家，那么另一个叫做洛克的人，或许就可以被称为经验主义心理学之父了。洛克的父亲是一位清教徒，这就使得洛克一家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后来他在牛津大学教书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医学，慢慢的他就开始深入医学研究，并在最后成为了沙福茨伯里第一公爵的私人医生。沙福茨伯里是一座位于英格兰多塞特郡的城市。在那个年代，洛克因为他写的一本著作《人类理智论》而遭到教会人士的反对。因为洛克在这本书中坚持反对天生思想，也就是说，他并不同意人类的精神活动来自于上帝。关于这一点，他有一个无法辩驳的理由。他说，关于上帝的思想不可能是天生的，因为有些人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个世界上除了基督徒之外，也有信仰其他神灵的人，还有许多无神论者。虽然在那个年代，洛克因为这个思想而遭受了猛烈的打击，但也正是因为这本书使他在后世能够名垂千史。那是因为正是在这本书中，洛克解释了我们是如何获取知识的。他尽可能地搜集其他人的经验，包括不同年龄的孩子，来验证自己的个人经验是否正确。例如，他会先把一只手放在热水盆里，另一只放进冷水盆里。过一小段时间之后，他会在同时把两只手都放进一只温水盆里。这样，一只手感到热，另一只手感到冷。于是，洛克得出结论：虽然能够引起感觉的起因本质上是客观的，但是我们的感觉却是主观的，而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简单复制。而之所以洛克会被称为经验主义之父，是因为他发表了下面的言论。他说，让我们假设在我们出生的时候，思想是一张白纸，上面没写任何字，没有任何思想，那它是怎么载入内容的呢？一句话，从经验而来。我们的知识都建立在经验之上，并从经验之中最终得出自我来。他还说，人的思想有两个来源，分别是感觉和回忆。我们的感觉器官会把感觉传递给思想。洛克把这种思想称为简单思想。从简单思想开始，人们会逐渐形成回忆，而所有深奥和复杂的思想内容都是从这两种来源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来的。洛克去世于1704年，整个18世纪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似乎又开始停滞不前了。但是这段时期有一个人也值得我们单独拿来讨论，他就是贝克莱。贝克莱曾经读过洛克的一篇论文，他对论文中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很感兴趣。那个问题是这样描述的：如果一个天生没有视力的人后来有了视力，那他能不能仅仅凭借视力就判断出球体和立方体呢？基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贝克莱提出了另外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光凭视力
一个新生儿是无法区分距离、形状、大小或者相对位置的。一个儿童学会判断空间感，也绝不是重复经验使然，例如碰触、伸展、行走。能够产生正确的空间感，是因为我们把视觉上的距离、大小和形态的线索与我们已经通过其他感官学习到的东西联想起来。可以说，贝克莱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的感知心理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他还把看起来简单的深度感知细分为更加基本的一些感受，而这一行为也为后人将所有感官体验按照最简单的构成来进行拆解并分析奠定了基础。让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他叫做大卫休谟。他出生于苏格兰，小的时候看起来木木的，不太聪明的样子，甚至连他的妈妈都说他脑瓜子好像不怎么灵。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12岁就进入了爱丁堡大学。23岁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做一个哲学家，并且来到了法国。在法国期间，他又完成了他的著作《人类天性论》。另外，他在法国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吃得不错。于是他开始发胖，他那张又圆又宽的脸，任你怎么看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可是谁能想到，他在法国期间是各个哲学沙龙的座上宾，甚至还得到过伏尔泰的赞赏。据他自己说，他创作《人类天性论》的主要目的是想开拓一套有关人的科学的哲学出来。现在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指心理学。与洛克一样，休谟认为复杂的思想都是来自于一些更为简单和基础的元素。但他比洛克更加进步的地方在于，休谟认真地思考了这些简单和基础的元素到底是怎么构成复杂的思想的。这是洛克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休谟提出，一定是有某一种能够将基础元素联合在一起的原理。虽然休谟也会参考许多前人得出的经验和理论，但他主要还是通过自我内省的方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复杂思维之间相互连接和传递的方式是由3种东西构成的。这3种东西分别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似性、连续性以及因果。听起来似乎很不错，对吧？休谟提出了看似非常有说服性的理论，但是他又对这3种东西中的最后一种，也就是因果，做出了一份解释。他说，因和果的想法是从经验中得来的。他告诉我们说，这些特别的物体在过去所有的情况下一直都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有涉及到因果的推理都不过是从习惯而来的，而非来自别的任何东西。我们无法直接体验因果关系，因而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甚至也无法证明它的确就存在着。这就相当糟糕了，因为他的这一说法严重影响了后人对于人类精神活动中因与果的探索，因为这是现代心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科学最要紧的部分。人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了解到了这里，聪明的你应该能够发现，这一时期出现在英伦群岛的哲学家们，大部分都是经验主义或是联想主义的，或者两者兼具。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位英国人也是其中之一。更确切地说，他在后人的评价中被称作是真正将联想主义变成为了一个流派的人。这个人就是大卫·哈特利。
大卫·哈特利的许多理论同样也受到了洛克的影响，但是与洛克不同的是，大卫·哈特利作为一名医生，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洛克可能忽略掉了许多生物学或者生理学上的知识。于是大卫在自己的著作《人类的观察》当中，极尽所能的先是用与人类精神活动有关的术语去讨论每一种现象，然后再用生理学方面的知识点去做解释。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尝试，这样就使得大卫·哈特利的研究显得更加完整和真实。但是不幸的是，他的许多有关生理学方面的见解，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解剖学，而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想象。比如，他依据牛顿的物理学理论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外部世界物质的振动必然引起神经里面一些极为微小的粒子的振动，于是这些振动产生了微型的对应物，即振子，而他认为这些振子就是思想在生理学上的对应物质。好了，从刚才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英国的哲学家们，但是我们的这个系列节目主要讨论的是心理学。而谈到现代心理学，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国家，没错，那就是德国。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遥远的英伦群岛移回到欧洲大陆，让我们来看一看18世纪的德国发生了哪些事情。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名字就是莱布尼茨。经常重修高等数学的人一定对这个名字深恶痛绝。没错，莱布尼茨就是与牛顿同时发明了微积分的人。尽管到底他和牛顿谁先发明的微积分，他们两人一直都争执不下。当然了，我们今天并不会去讨论微积分，我们仍然要讨论心理学。莱布尼茨对心理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能够最终拆解成某一种没有尺度、无法指认，甚至都不受外界影响的单一体。这些单一体在莱布尼茨的理论中是没有独立意识的，但是当它们联合起来，积累的越多，就会产生复杂的精神功能。积累的方式越复杂，所产生的精神活动也就越复杂。另一方面，莱布尼茨也提出，意识可能存在不止一层。要知道，莱布尼茨去世于1716年，而后来以意识、潜意识、本我、自我、超我等意识理论而名扬天下的弗洛伊德，要在1856年才出生。这已经距离莱布尼茨去世之后过去100多年了。18世纪另外一位不得不提到的哲学家就是康德。康德出生于科尼斯堡，也逝世在这座城市。实际上，康德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地方就在于此。如此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竟然一生都没有走出过这座城市。实际上，康德曾经是莱布尼茨的学生，后来在他人到中年的时候，他接触到了休谟的理论。康德同意休谟的看法，他也认为因果关系是无法被证明的。但是康德也由此开始思考，我们的确能够理解身边的现实，并且能够体验到外部事物和现象中的因果关系。那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最后，康德得出结论：经验只给了我们非常有限的知识，但是经验远远不是意识唯一的知识来源。再展开一点来说，康德认为人类的意识并非仅仅只是一张白纸，任由经验在上面书写，也不仅仅是一堆感觉。他通过积极的组织和转换，最终才把混乱的经验变成
纯粹的知识。进一步来说，康德认为人类是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中重新组织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来获取知识的。康德说，把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感觉数据组织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叫做范畴的东西来做出有关它们的一些判断了。这些范畴都是内在的机械原理，而意识就是通过这些原理来理解经验的。至于范畴，康德认为有12种，这些都是天生的思想，包括整体、现实、因果、相互性、存在、必然性等等。虽然康德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不得不说，他的这种范畴理论其实是一种先天性理论，因为他认为这些范畴就是天生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的。而他关于心理学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某种倒退。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康德这里，哲学与心理学曾经有过一段深刻的对话。他敏锐地意识到理性无法穷尽心灵的全部，也因此为后来者留下了一片尚待开垦的领域。而这片领域正是在德国，这个孕育了无数思想巨匠的国度，逐渐走向了新的方向。从哲学的反思出发，人们开始尝试以更加经验化、系统化的方式来理解人的心智和行为。到了19世纪，随着科学革命的浪潮兴起，一批新的学者登上舞台。他们不再只是从沉思中寻找答案，而是带着显微镜与测量仪，深入生理、神经、实验的世界。下一集，我们将一同走进那个激荡的世纪，看看那些科学家、医学家和生物学家是如何一步步为心理学铺下它成为一门现代科学的道路的。